大家周末好。这周末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专题视频。那么这个视频中，我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对美股第一蓝筹的一个看法，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当下如何看待这只股票，当下如何看待这只公司，它的未来发展如何，我们是否应该长期持有，为什么在我的心中它是美股的第一蓝筹，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那么它的风险在哪里，它的问题在哪里。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进入对于这只股票和这个公司的一个深刻探讨。首先我来讲一讲寻找一个优质的蓝筹股，在我心中它必须拥有的几个特质。第一，它应该代表的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因为我们炒的是美股，以美股尤其是代表美国经济和文化，甚至于是世界上都很难比拟的大型的公司，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蓝筹股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公司一定要垄断的一个特征，一定要非常深的护城河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戴着望远镜拿着望远镜找不到一个竞争对手，或者现有竞争对手对它不构成本质上的威胁。那么第三点，如果这个公司非常垄断做的也非常大，大家也都知道，但是不思进取，或者是固步自封，那么这样的公司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对于未来投资的这么一个标的。那么最后我们要说，这样的公司对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注意是所有消费者都应该有极高的韧性和粘性，意味着这样的公司它不应该仅仅服务于单纯的一个小的一个商业，或者是小的一部分人，它应该对整个社会或大多数家庭都应该产生影响。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公司呢？那么我们知道都符合这些的公司就没有几个了你可以说像台积电，它拥有很强的垄断性，护城河极深，但是它的产品并不是完全不可替代，因为做芯片的制程还有三星还有英特尔，那么它拥有着非常强的护城河，或者说领先度极高，但它并不是要代表或者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麦当劳，它代表着美国经济与文化，一种快餐的文化，全世界都有，具有极高的护城河。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并不代表着有非常强烈的未来，也就是说我到现在我们也没法看到说麦当劳可以出现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尤其是对于所有人来说，它是否有极强的粘性呢？这个值得商榷。还有人朋友可以说是不是谷歌？那么我认为说谷歌它有什么呢？它有着非常强的搜索引擎，而这个搜索引擎它就是美国科技的一个代表。那么它有极高的护城河，垄断性极强，同时拥有着非常高的韧性和粘性，也拥有着很好的未来。但是相对而言，大家知道很多国家还不用谷歌，比如中国那么它仍然是具有一定替代性。即使在美国，如果没有了谷歌，你仍然会有其他的搜索引擎，你也拥有其他的方式去完成你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对比下来之后，我们发现能符合的公司就非常少了。那么今天这个公司是符合这些的，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呢？这个公司就是迪士尼。好，在我们分析迪士尼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会挑中迪士尼在我心中作为美股的第一蓝筹。那么我们知道赚谁的钱最容易？那我们知道赚女性的钱、赚老人的钱、赚孩子的钱是相对比较容易，或者说相对来说利润比较大的。那么这个三个主要的现在咱们说比较容易赚钱的这个族群中，那么儿童的钱是更容易赚的。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迪士尼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的小伙伴，你不管来自于哪里，没有人不知道迪士尼的。那么迪士尼是一个100年老店，拥有着众多的经典的形象和众多的商业模型。那么我们知道迪士尼有它的电影，有米老鼠唐老鸭，包括他们之前收购的 Pixar 里面有大量的卡通的人物。那么同时迪士尼呢，下面还有一些流媒体 ESPN， 同时它控制包括 ABC 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迪士尼还有它的 Studio 它的影音这个创作室同时在前2年它又收购了福克斯，就是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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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20世纪福克斯。那么意味着迪士尼在本身的美国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再说迪士尼下面的主题乐园，
那么很多朋友说，第一，主题乐园它不是我必须得去或者说主题乐园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去 Universal Studio， 我们可以去 SeaWorld， 我们可以去其他的主题乐园。但是现在来看，能代替或者说能跟迪士尼的主题乐园进行竞争的全球化的公司几乎没有如果有，也就是 Universal Studio， 但它并不是设计成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开心的这么一个设计。那么迪士尼的主题乐园不管是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都是带了很多的用户粘性。那用户粘性指的是什么呢？不管说我们成人还是孩子都是非常向往的去迪士尼的乐园游玩。那么去过迪士尼也知道里面不仅人多，东西卖的极贵甚至于我会觉得是一种某种抢钱或者抢劫一样的价格，但是它有极高的粘性，因为在里面也没有别的选择可以选，那么你只能在这里进行消费。那么对于迪士尼来说它的主题乐园的收入就是它非常重要的一块收入。那么另外，由于迪士尼不断的产生不同的电影，那么这些电影，那么这些形象又会带来的非常多的周边的这些收入。我们说苦了自己苦了谁我们遇到经济困难，我们可以消费降级，去吃麦当劳，去喝可口可乐，甚至连星巴克都不喝。但是小孩子的梦想，小孩子的需求，作为大部分家长来说，都会尽可能去满足他。想去迪士尼一定要去满足，想坐迪士尼的 cruise， 他的游轮一定要去满足，想看迪士尼电影也要带他去满足。所以迪士尼我们知道它的护城河之深，它的影响之远，它代表着美国的经济。那么迪士尼在我心中就是美股的第一蓝筹。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们就该如何去看待迪士尼的这个公司呢？我们进入迪士尼的财报，通过它的财报，我们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公司。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我们从迪士尼的财报上可以看到，那么迪士尼的主要是来自于3大业务当然也可以说是4大都可以。那么我呢愿意把有线电视和它的一个这个 studio 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整体上它的业务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大家看这个叫 direct to customer， 它是什么呢？是这个流媒体。那之前的是 linear network， 它的这个网络还有呢就是卖这个一些咱们说的这些影片的服务所以这是它整个大块的中第一大块，就是来自于 Disney 的 media那么这个 media 的这个整个这个部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今年的这个收入的增长是负的 91%那负的 91%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 Disney Plus 这个烧钱烧的太厉害了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Disney 的这个订阅数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增长。那整体上美国增长 20%， 然后呢国际的增长 50%， 那整体上来说，那么 Disney Plus 这个实现了 year over year 达到 39% 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流媒体出来的服务他们的增长都非常弱我们看奈飞的增长是刚缓回正增长，然后呢其他的几个增长都非常弱的情况下，那么迪士尼的这个 Disney Plus 又称迪士尼加，它的这个服务却有着非常强劲的这么一个增长。那么这是它在流媒体这个业务上具有非常强的成长股的这么一个特性。我们先把这个话题呢按住不表，我们继续向下看。那么另外一块大块呢，就是它收入非常高的就是达到 7.4 个 billion 这个依旧 7.4 个 billion 的什么呢？这就是主题乐园业务那么主题乐园业务是它整个这个业务中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在这个季度它的增长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达到了 36%， 虽然市场预期是比它多。那么主题乐园业务，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所有的非必要消费中韧性或者说粘性最强的一个业务。也就是当你
遇到了比如说我们说的2022年的新冠疫情，或者我们可能会遇到2023年的这个经济危机，有可能假设是一个经济危机，那么大家如果钱变少了的时候，当你选择出行的话，那么迪士尼乐园它的价格如果比其他地方减价的话，它仍然是一个我们选择中的一个首选。也就是说，在主题乐园业务上是有很强的用户粘性。当出现了新冠疫情之后，它可以看到出现了大幅的这种用户需求的这么一个反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反弹在一个这个 international 里面，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巴黎的这个游乐园。那尽管上海的游乐园受到了一个这个清零政策的重创，那么巴黎的这个游乐园也是产生巨大的增长，美国的这个也产生了巨大的增长。那么我们看了这两块，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迪士尼这个公司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公司，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盈利渠道，一个是它的实体业务，包括我们说的主题乐园，包括它的这些邮轮卖周边这个产品。那么另外一块呢，它是一个虚的业务，包括我们说的 Disney Plus包括我们说的是 Hulu，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ESPN 这些订阅。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大部分也就是这个收入非常高的一部分，将近是半壁江山是与像奈飞一样的公司，它应该形成一个类似于科技成长股的这么一个估值，或者说这样一个科技成长股在里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它又有着这个是稳定的这种咱们说的传统股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迪士尼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这里面它仍然有很多的版权可以卖，然后呢它仍然有很多的这个乐园有。那么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金融危机，那么它的主题乐园的业务一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它不是必要消费品，它是可选消费品，而且它是可选消费品中的一个相对比较贵的选项。那么我们只能说它的粘性体现在跟其他可选消费品比，那么它有更好的粘性和吸引力，但不代表说当你真的兜里没钱的时候，你首先会选择它，而是你首先会选择一些必要的消费品。那么对于迪士尼来说，它的主题乐园业务是非常受经济和一些政治包括国际形势这些受影响的。那么它的 Disney Plus 也就是流媒体的业务恰恰相反，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更多人选择看电影，那么你的这些流媒体业务也好，你本身的这个电影这个业务也好，都将会受益。那么我们出现新冠疫情也好，那么流媒体的这个人数也是非常大的受益。那么这就是迪士尼这个公司我对它的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它就是一个攻守兼备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不光是护城河高，同时还有很强的成长性。那为什么它现在的这个价格如此之低呢？那是因为市场上已经在预期会出现一些衰退，包括我们说它公司本身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聊一聊这个公司本身所出现的一个问题。我打开的是这个晨星公司 Morningstar。 那么前段时间呢，它有一个消息，就是沃特迪士尼的这个CEO 叫 Bob Iger 又回来了替代另外一个 Bob， 就是他之前的那个 CEO。 那么之前的那个 CEO， 为什么我在之前那个 CEO 在的时候并没有投资迪士尼，是因为之前的那个 CEO 他的整个的领导力是非常弱的我们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他选择了更多的去做一些政治正确的事情。那么既然你选择的是政治正确，选择的是偏政治的这些东西，那么你必然在商业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同时他没有很好的经营迪士尼，去控制好迪士尼的资本开支。那么我们想说的是，现在换了个新的 CEO那么对于也就是我们之前知道的这个 Bob Iger， 他是在迪士尼待了非常长的时间，是个非常厉害的 CEO， 他起到一个新的过渡作用，去找他下面一个接班人。那么我们知道迪士尼它的产品的韧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只要你自己不去破坏它唯一的敌人其实也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所以迪士尼真正的它的困难或真正的它的危机永远是它
自身，而不是外界环境对它的影响。那么再加上我们对于现在资金环境的一个收紧，那么大家对于成长股的这一块的估值会明显给的低，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对于 Disney Plus 这种在疯狂的烧钱的一个地方，但是却有非常高的增长的这个部门给出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估值。同时我会看到市场大多数估值模型仍然是套用迪士尼作为一个传产或者说一个普通的蓝筹股的这个估值模型给出，所以现在价格就会偏低。而如果我们单独去估一个它的主题乐园业务和估它整个 Disney Plus 这个业务再加上一起的话，我认为 Disney 仍然是一个比较低估的状态。那么在这一点呢，也在这个 Morningstar 上得到了体现，他们给出的一个目标价应该是合理的价格，应该是在一个这个170。那么对于170来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个170距离现在90多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我再跟大家从技术分析上我们分析一下任何的一个看好也好做也好，最终要落实在我们的操作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迪士尼在这个90多块钱的上，它在2016年的低点就是一个80到90附近，然后呢2016年另外的一个低点仍然来到了90多，那2020年3月的低点它来到了80到90之间，那么今年的低点仍然是在85和90之间，那么意味着这就是一个市场所给出的一个周线级别的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也就是市场认可迪士尼的这个公司，它的估值应该是至少值90，那么只要到了90，就会有很多的机构或资金进行个抄底。那么这是周线上来看，那么在日线上来看，我们看到那这个位置上也形成了一个标准的底部结构，不光是 ER 出来以后非常差，是因为主题乐园的业务出现了一些，还有包括它的增长不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我们知道换了 CEO 之后迪士尼的敌人永远是自己，迪士尼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那么这个底部它拉上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90块钱的底部其实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等到市场走弱的时候逢低构建一些迪士尼，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分享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拥有这一支股票。那么当市场回归了牛市的时候，那么 Disney Plus 这种高成长烧钱的这样的一个流媒体业务，尤其是当下它和奈飞已经在市场中形成了一个趋向于双头垄断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大多数剩下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内容是不足以跟这两位对抗的，那么也逐渐的在流媒体这种疯狂的竞争的过程中，逐渐的趋于多头垄断的这个趋势开始明显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业务包括我们流媒体业务也好，包括票房主题乐园的业务，对迪士尼来说后面只能是越来越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说像迪士尼这样的公司，它承载着那么多孩子的梦想与未来，那么这样的公司真的是应该是越多越好。我喜欢迪士尼，我爱迪士尼，我觉得迪士尼是一个值得期待和值得长期投资的公司，前提是只要迪士尼不自毁长城。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